自製優格加入藍莓果肉，帶出酸甜滋味，還有小火慢熬的焦糖搭配牛奶，變身濃郁的牛奶糖雪糕。而中間酒紅色澤的果冰，則是來自台灣在地火龍果。這些雪糕全都採用天然食材，也是陳冠勳的心血結晶。整鍋奶香基底在攪拌中慢慢散發紅豆香味，倒入模具後再撒進煮到鬆軟的萬丹紅豆，保留扎實的顆粒口感。我們吃起來到最後是不用喝水去沖掉你的甜膩的感覺的，因為這些東西就是牛奶跟你廚房的東西做的，你廚房的東西吃起來不會膩，這東西就不會膩。我們大部分客人吃完是他可以無痛直接再吃下一支的。對，我們最高紀錄有一個客人，他是一次來就是10支啊。那是不是冰店這個東西是可以讓，例如說客人吃得開心，我們就開心，那不是很好嗎？客人吃冰感到開心，就是陳冠勳的初心。大學念商科的他，畢業後沒有進入金融業或大企業，而是夢想創業。尤其在歐洲留學時，內心藍圖更加清晰。完成學業兼去考察我們想做冰店這個事情。就是那個冰店，他們酷是他們做一個冰是海鹽的冰，然後那個老闆還自己跑去海邊把海鹽弄回來，然後那個老闆就坐在店裡面，然後還跟他聊了一陣子，這樣就是你看得出來這些做冰的人他們的眼神是會發亮的，你就會有一種我靠，那我又要做這個。就會覺得哇，這個投入這個事業，他們很開心。那如果是我自己投入，那是不是可以很開心？這樣。於是回台後，陳冠勳在自家廚房開始實驗。雖說是從商科跨入餐飲，卻沒想象中遙遠。至於怎麼做這件事情，其實網絡上有各種的食譜，那你不要偏離太多，基本上也不會太誇張。再加上一開始我們選的原料，因為我自己就是設定不要加神奇的東西。那就是用牛奶嘛，那牛奶，然後一些你廚房就可以拿到的東西做出這個餅，所以後來剛好發現，這樣也很好吃啊，那你也不用加神奇的東西啊。我自己個人最想要的畫面就是，大家在比如說廟的附近有一些空地，坐在那邊吃餅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對這個東西就是腦袋就想這個，我也不曉得畫面就長這樣。帶着這個單純的念頭，陳冠勳踩起輪子出發，而這台不起眼的3輪車就是他創業的起家厝。最早我們的3輪車有遇到一個老店，他們真的是我們的貴人。我們就是另外一個朋友，就因為他們跟他們認識，然後就帶我去，然後就說這個男生想要放3輪車，這裡可不可以？然後那個老闆就直接說可以。我也不曉得他們怎麼會覺得這個人不是怪怪的人，然後就可以這樣。就相信。我其實也真的沒講什麼，我到底想什麼？我說我們是賣冰棒的，我想要放個台車在前面，可不可以？還要插人家的電，那時候冰箱還是插電的哦，還要延長線，要接人家電。我現在覺得很好笑。遇到貴人相助，陳冠勳也發揮愛開槓特質，和客人博暖。雪糕漸漸邁出口碑，也開啟店面。一開門就是噴錢啊！一開門你開門就是1天的房租就過去，而且因為那個是轉角，其實房租還偏高一點。對，那當然帶來的效益相對還不錯了。我覺得店面3年其實是一個規劃已經差不多了。然後，那我們現在必須要把冷凍配送這件事情做到再好一點。剛好疫情來的大爆發的前幾個月，我們剛好合約到，剛好就撤退。正好疫情期間，臉書團購很盛行，他接到不少團購主訂單，卻發現雪糕的冷鏈痛點。影響我們是冷凍宅配的品質，因為黑貓尬不過來，尬不過來以後，我們寄出去的東西會直接被放在倉庫很多天，然後所以我們中間有大概1個月，我們跟他們說真的寄不了，因為寄了到最後收到都是壞的。我們現在疫情完，我們就學着說不，因為客人像現在大節日，其實配送他們都會公告說不能隔天到，那我就直接不出貨。其實我們你會錯失掉很多機會，可是問題是，如果硬要寄，我們其實承受不起到客人手上壞掉，然後事後的處理。
後來他把包裝升級成密封形式，延長保存時間，網購耗損率從20%下降至不到1%。2022年也在六甲開設新店面，同時積極拓展到其他實體通路。客人他們需要吃的理由都不太一樣，像餐廳他們就是飯後甜點嘛，對，這個蠻好理解。但是像比較特別就是那個附近的那個有一個觀光景點，他們就是會有遊覽車去。那遊覽車去，其實大家下來會想要除了上廁所以外，他們還要找東西吃嘛。找東西吃這個東西就相對是銅板價的東西，他們就會吃個冰。到了現在的階段，通路的貨是我們現在的提高到超過一半。有一個配合的團購的那個客戶，他們的許願的口味，然後整體它就是有柚子酒跟柚子醬。然後加上酒在中間旁邊，然後還有牛奶，然後吃起來就是算蠻清爽的一款口味。对啊，顏色也是蠻可愛的，就是這什麼鵝黃色啊。從5種口味做到30種選擇，從3輪車起家到打進全台10多個實體通路，品牌版圖持續擴增。而創業10多年來，他也不曾忘記那些熟面孔。對，有些人會稍微念一下說，哎，怎麼不在市區又沒有？但是我們現在市區有通路哦。對，就是我們有時候還是會通路以外，我們有時候還是我會回台南，我會外送一個路線，他們真的需要，我們就會外送，幫他們親自送到家，這樣大家吃完冰心情都很好，那我們那個回饋就會跑回來，我們就會很開心的繼續做這個事情。當年在歐洲，陳冠勳被賣冰老闆的眼神所打動，如今他的眼中也閃爍着同樣光芒，那份光更化作雪糕中永不融化的純粹快樂。